提到 XR 设备，你下意识想到的品牌有哪些？如果是我，其中之一一定有 HTC。作为最早入局 XR 领域的硬件厂商， HTC Vive 系列一直作为行业标杆的存在。如今，距离第一代 HTC Vive 正式发布已经过去7年。今天泡泡为大家体验的便是 HTC 前不久最新发布的 HTC Vive XR 精英套装。作为一款售价近万元的设备， Vive XR 精英套装到底值不值？看视频之前提醒各位一句，如果你是科技迷、柯南迷以及日本旅游爱好者，都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在科技的基础上定期更新动漫、旅游等视频，敬请期待。Vive XR 精英套装依旧采用经典的黑灰风，经典且不过时，外观设计依旧极具辨识度，一眼便能看出这是 HTC 的设备。Vive XR 精英套装机身里面包含6颗摄像头以及传感器，分别为左右两侧4颗宽敞视角的追踪摄像头，正中间的高分辨率 RGB 彩色摄像头，以及中间上面小一些的深度传感器。相比传统 XR 设备的单一形态， Vive XR 精英套装的核心优势在于模块化设计，说白了就是可拆卸设计。我们可以拆下后脑电池， Vive XR 精英套装便瞬间由一体机形态转化为眼镜形态。重量和佩戴舒适度是影响一款 XR 设备的关键因素，而 HTC 这次做的非常人性化，眼镜形态实测仅 257.7 克，也就半瓶水的重量，非常轻便。即使加上电池，总重也仅有 569.2 克，大概1瓶水的重量，在同类产品中的确很轻便了。插入电池佩戴时，前后配重比几乎5:5开，完全不会压头，就真的蛮舒适的。更关键的是 Vive XR 精英套装是支持热插拔的，你甚至可以再买一块电池备用，没电了也可以将体验做到无缝衔接，这一点绝对好评。眼罩部分采用的是织物衬垫，戴起来不会闷也不会压眼睛。更贴心的是 Vive XR 精英套装支持0到600度屈光度和54到73毫米瞳距调节，只要你不是10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这款产品你就可以实现无镜佩戴了。各位戴眼镜的小伙伴，如果你戴眼镜体验过 VR， 那么不戴眼镜体验 VR 的快乐，你一定会感同身受。戴眼镜体验 VR 除了佩戴不舒适，更恶劣的是有雾气，懂的都懂。佩戴时记得将 Vive XR 精英套装戴得紧一些，否则即使调了度数，可能也看不清。这绝对是真实体验之后给的良心建议，反正就是要对准。当然，大家也不必担心拧紧会压眼睛，面部织物衬垫还是蛮充实的。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体验，我还是比较推荐传统的 VR 眼镜加后置电池的组合。至于原因，首先在室内操作，重量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且你加上固定头戴后，设备的重量就不会压在你的耳朵上了，长时间佩戴也没有问题。就佩戴体验而言， Vive XR 精英套装是一款能让新手也快速佩戴舒适的设备，这也让 Vive XR 精英套装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吃灰的占地物件，毕竟谁都不想戴一款又重又闷的 VR 眼罩吧。由于 Vive XR 精英套装采用了单彩色摄像头方案，因此它是支持彩色透视和 MR 的，透视画面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并且在很多应用中都可以开 MR。 我们在 Open Brush 中就可以选择 Pass Through 选项，画面就从虚拟世界转换到现实世界了，然后就可以在现实世界涂鸦画画了。其实现在 Vive XR 精英套装中支持的 MR 内容还是挺多的，像 Gravity、Sketch VR、Demio 这类软件也都支持 MR。有一说一， MR 混合现实对于游戏和一些专业人士是非常适用的。在专业领域，我们就可以把 3D 建模文件直接放在现实世界，来寻找设计图中的违和点。个人认为 MR 功能加入到 VR 设备中，是 XR 未来的关键方向之一。当然，就产品而言， VR 设备就非常依赖软件生态。比如我们体验 Open Brush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能给我们创造一个 3D 空间来进行艺术创作，这对于艺术家而言是很有用的，毕竟我们可以随意涂鸦，也不会被家人唠叨。而开启 MR 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画画与现实重叠，来验证我们的作品在现实中的可能性。另外，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名为 Maestro 的软件，虽然它是一个游戏，但很好的模拟了乐队指挥的这个职业。拿起指挥棒，不用喊朋友组乐队，你就可以练习指挥技巧。同样还有吉他游戏，借助 VR 就可以学习一些吉他的初步演奏技巧。说真的，这种乐器模拟软件真的就能圆梦。上大学的时候，谁不想学个吉他，多交些朋友？现在你可以借助 Vive XR 精英套装来学习乐器了，而且这可以说是学生党入门艺术爱好最经济的选择。起码在你买吉他之前，你就知道你是不是那块料了，及时止损。
另外，在出差时还可以直接用眼镜形态与同事开个小会，并且再验证一下 3D 建模作品的相关可行性。其实 VR 真的可以成为我们的生产力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机器。当然，松弛有度方可更好的工作。游戏还是一款 XR 设备必备的。我们体验了一个内置的卡牌游戏，卡牌游戏需要我们使用遥控杆来拿取牌面。不得不说，这套控制器的准确度和响应速度很不错，无延迟这个事情点赞。当然，针对硬核 PC 玩家，Vive XR 精英套装还有串流，由于拥有3840×1920分辨率以及90赫兹刷新率，游戏显示足够流畅，并不比电竞显示器差。我们测试了2款 VR 游戏，一个是 3D 空间探索游戏 Fallen Stars 以及视觉小说 Dagon。在玩 Fallen Stars 的时候，流畅度表现非常优秀，基本与传统 PC VR 没什么区别。而视觉小说倒是 VR 设备的强项，呈现出很不错的沉浸感。当同步转向某一方向的时候，系统自动会跟上来，几乎没有延迟。所以无论清晰度还是流畅度，Vive XR 精英套装基本都与传统的 PC VR 无异。总体来看 ，Vive XR 精英套装给了我不少惊喜。之前我并不是很喜欢 VR 设备，因为传统 VR 设备太沉了，而且不怎么好用。Vive XR 精英套装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带着不累才是长时间使用的前提。更关键的是 ，Vive XR 精英套装不止游戏娱乐体验，其实在学习工作领域也能够帮助我很多，生产力工具一次还是当之无愧的。当然 ，Vive XR 精英套装还有一些有待提升的设计。如果下一代提升为 8K 分辨率，并进一步提升 PPI， 那体验效果将会更好。我一直认为 VR 将是未来元宇宙的接口。但是在成为这个接口之前，它一定要足够好用。Vive XR 精英套装就还可以。好了，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视频的，别忘了一键3连，关注一波。